诶，这个好有意思。2020制图制版制样，什么东西啊？这是？哦，这是哪个店铺的时间表吧？那你刚开始就基本上还是说以摄影为主？摄影为主，对。一开始学摄影嘛，然后我还是对平面的，像绘画，然后版画都非常感兴趣。就是像，因为而且我们博物馆里面也有很多，我就开始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我做陶瓷的这个东西能够做成像版画一样的一些效果，再结合一些我们传统的一些纹样什么的。因为我看到他们版画里面有很多色彩的东西，其实和以前唐三彩的色彩啊也非常类似。我当时就去做这么一个结合，然后慢慢就往后发展到现在这个语言，就试着想自己能不能用现在的材料配出这个唐三彩的釉，然后正好刚配出来，然后看到那幅画也很喜欢的，我就想正好这个色彩是相似的，然后就可以去结合。就因为看你现在的东西其实比较抽象的，就看你前期也是有过一些比较那个。会有一些比较有一些有实体的，越到后面就对这些抽象的图案，其实我们发现更感兴趣。就是我对那些版画一开始感兴趣，确实是挺喜欢意象的嘛。但我发现我对他们版画这个意象的里面的单个的元素更感兴趣，因为它版画嘛，拿那个刀刻的，它有那种刀的那种笔触在那边，我就对这种微观的东西，对特别感兴趣。那我就想把它放大。你能稍微再聊一下，就是你怎么去到这一块儿？就你可能也是在芝加哥学到了一些3D 的。对，因为就是我做的抽象的图案嘛，然后抽象图案很多是重复性的嘛。比如说我点点，就是网格状的一些点点，那我拿手一个一个去画。我当时一开始我都是拿手去画的。然后你是在这个上面直接画？就直接点，然后手工画。先打好铅笔稿，因为你要知道哪个位置，然后再点。学校正好有一节3D 打印陶瓷的课嘛，那个机器会编辑，然后编一圈一圈往上传出一个器物。那我就想，这个机器其实原理完全可以我用来画我的釉，那我就是结合相当于自己网上买材料，然后去组装了这么一台，可以帮我去点这个釉啊。就只是说代替我手工去点的这么一个工具，也不是我整个制作过程的全部。你自己会比较倾向于怎么去平衡手工跟机器之间的这个界限？因为它又有一个，就是釉滴上去之后，经过高温的那个烧造，它本身就会有不同的融化的一个效果，所以本身就会有一种自然手工的手作感。所以机器如果来介入这个部分，它不会让人觉得一看就是机器的，它还会有一种在变化的一个部分。这个过程还挺妙的哦。现在它因为还涉及到编程嘛，就是它编程输出之后到它的数控的这个部分，然后机器做。那么它这个编程也可以做到，就是编出就是自然的效果。比如说这几个点是并排的，那我其中可以有一个点，它可能是可以微微不一样的距离或者就是其实。因为像我们手工点的时候，总会有一点偏差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手工感的地方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在做一个碗的时候，就跟自己做菜似的，就是你是有自己的情感投入的嘛。那你如果说就是把它放到那个机器生产加工的话，就对于怎么说呢？对于顾客来说，就是对于我如果想买的话，那我会说，假设啊，就我自己当然会非常喜欢，我就是在想象，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会有人说你这个不是手工制造的，你这个就他也不会说听你什么我这个机器会有其他可能性啊怎么样，他也是有这个什么的，就他可能也不会听你说这么多。这个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过程吧。其实我因为是陶瓷嘛，整体制作工艺上还是有很多手工的介入的。对。它只是这个机器只是占了，只是画釉，它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道工序，是一些都要手工介入，包括很多板子是自己擀的。我觉得机器这个东西像这样嘛，以前我们像做东西都有拉坯机嘛，然后以前的时候不是也没有拉坯机嘛，也是要手工去摇嘛。那无非现在技术进步了，可以做一个拉坯机了，那我们用手就是还是手工的，但是无非这个工具能够让你更方便去制作一些你想做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段特别宝贵。就是可能不能太纠结于是否人就手工的部分是否占的更多，因为手工本来就有人的这个情感和意识的这个投射在那边嘛，那自然纯手工东西可能会更多的这个人的情感的这个投射，但是也不能去完全排除机器的部分，就机器在里面之后，其实人的这个意识和这个情感还是注入在里面，只是不同的形式去体现，应该是这样说。那如果说完全没有了这个我们人的这个控制图案，我们也不设计了，什么也不弄，那可能就达不到这个效果。边界吧，界限，这个边界感怎么处理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因为其实属于我的创作作品，然后就是在艺术品里面，你说这个手工感其实没有那么被看重，因为在当代艺术里面这个东西，反而因为是当代作品嘛，那么一定要有当代的东西在里面。对，就是说只有那个产品，然后一些给它事物，价值，对，对，是这样。因为我们本身其实可能是从艺术角度去出发，然后在寻找这个意义的过程当中结合的，我们觉得应该用机器的这个方式，可以帮我们可以完成更多手工替代不了的部分。比如说，你们可以看那张图形，如果是手工画的话，你从头到尾手画很难完成非常流畅的线条，你就要好久的功夫，或者说练好久，因为釉滴上去它不能改了，你就得完全漆都要非常深，那几乎是手工是无法完成的。那如果说我们要用釉来做这样的东西，那机器介入的话，其实很快就会帮我们去操作这个部分，就不需要日复一日说要把技艺练到什么上面。所以我们其实觉得很多时候手工艺非常强调我们手工作家的这么一个技法，但是很多时候技法是为我们表达服务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缩短或用其他方式替代，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表达可以更自如的话，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现代应该符合这个趋势的一种方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是手工艺在不同的时代，它的定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可能在50-60年前，我们会觉得你手工的技法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啊，那可能在当代，对于手工艺的定义又不太一样。对，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探索。我之前在那个希腊的时候，也是采访了很多手工艺人嘛，然后他们每个人对手工艺的定义也不一样。然后有的师傅就说，他觉得手工艺就是可以传承的东西，他觉得就是手工艺。然后有些人就是说，那种手工艺就是可以消磨时间的东西，就是大家好像对于这个东西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你们有觉得它有什么对你们有特别重要的部分吗？那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正确的，就是有手参与的这个技艺，它其实就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嘛。你可能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去阐释它。我觉得这可能就大家一起的那个解释，可能就把它给意象化了。其实我当时就是拍摄影，模仿各种大师的一些这个，包括街头摄影。还有一些包括用摄影去模仿一些绘画的效果，就后来就是觉得摄影这个材质，就材质感比较弱，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我做出来的艺术品它是有这种就很踏实的，是有个东西在那边。因为像摄影的话，它是怎么说呢？你不洗出来它就是一个电子的文件，然后洗出来它就是凭了一张照片。后来就去想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材质拓宽。我就学了摄影的古典工艺，银版到后面湿版、干版，然后还有一些蛋白工艺啊什么，就是他们是把那些照片做得很精美，然后用那些大画幅相机去拍的嘛。然后在那边学了1个月，学了很多工艺，然后在国内学发现就是也是挺有收获的，因为他们就是一步一步，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照片。底片能够最后到相纸上可以保存很久，然后包括这个照片的质感也是非常精美的嘛。我觉得后来版画工艺啊一些，就是工艺就是整个东西制作，因为以前拍照片就是拍张照片电脑里做一下就有了，现在后来就是刚开始接触这个一整套很长的一个工艺的一个流程，就是会对这个。就像我现在做东西也是，手工艺里面的技法的一些东西，技术的东西，从头到尾很多一层一层工艺里面，那个时候还是就给我相当于打了一个基础吧，就是很多一道工艺这样过来的。所以他现在做陶瓷其实也是有很多
你不能说是很单一的，它是很复合性的，就是它随时可以拆分，然后再通过不同的手段介入，然后再组合，所以是很复合性的。单一拿出来是有多难呢？也没有多难，但是它会用它的综合性，它会用它的方式去组合它，它就会变化的非常非常多。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唐僧彩或者是敦煌这边呢？就一开始就觉得好看，然后色彩其实属于，其实在古代的三彩是应该算是最丰富的，因为我看过很多三彩的一些图册啊，然后包括一些实物，它也可以很素雅，然后又可以很浮华，就是它这个度其实非常宽，而且它这个釉它是流动下来的。它本身的审美的底子可能也是比较喜欢古朴的东西，因为三彩它是通过釉色的抽象的提取来表达一个这样的一种纹样性的东西，对，所以它可能是我猜啊，我不太清楚，所以它可能被这种，因为它的颜色不是特别亮丽，它三彩它其实是很古朴的，又古朴又富于变化，可能是又有装饰性，它可能比较喜欢这种。主要它这个手法它可以表现得非常大气，非常就是它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气质，又可以很素雅，又可以很大气。就始终你要变，就是变，就可能性很多。它需要可能性，所以他现在通过这几个釉，其实一开始就是3个釉嘛，后来他就开始非常着迷于配釉，比如说他美国有可能就经常在釉房里面配各种釉，然后色板一块拿出来。那现在是有这个数控来帮助他配釉的话，它就更加精准和方便。就是一个颜色，比如一个玫红色，它可以有很大就无限延伸的不同的状态的这个釉，然后那它到时候想放到那个上面的话，就挑选里面的其中一个色块，然后稳定下来配好，放到里面就可以了。那么它其实就可以有很多颜料可以让它选择，让它来作画。所以这可能也是比较有趣的部分，因为如果就3种颜色的话，其实变来变去你也会觉得无聊。但后来他从这3种颜色慢慢研发了一套配釉的一个方式，然后可以让这个颜色变得更丰富。这是比较有趣的地方。那你就是毕业之后回杭州到白桦林也是一个非常早就感觉要确定，就是你是不是去之前就确定要回来？我基本上我去之前就是决定是要回来的。这就是确定。这个决定也是做得非常早。然后当时之前就想好回来开工作室了，回来正好，其实找地方找了很大一圈，对，刚好我朋友说这边有空，要不要来？但我们一开始没有考虑那么远，后来想想看，因为这边很多朋友都是我的学长啊、学姐，或者都认识，所以我觉得挺好，因为他刚过来，那么他也需要一个大家的一个认识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门类的一些好玩的人在一起。园区大家其实氛围大家都看都挺好的，很温暖。有很多人问我们以后是不是还一直做这个，但我们至少目前阶段肯定是以这个为主，但是不排除之后，比如说是否可以让就是泥土这个，因为我们现在陶瓷嘛，陶瓷就泥土釉嘛，但是是否可以不再就走出传统陶瓷的这个材料范围，我们可以将更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塑料 PV 啊，比如说像一些包括玻璃、琉璃，让更多的综合媒材来进入陶瓷，让它变得更丰富一点。就它可能会有更丰富的外延来定义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你会把每一个细节都会延伸出来的感觉，就是从它釉料、颜色到泥土啊什么的，就是还有挺多无限延伸的可能性的。就是准备就是一点去，就是链接过去玩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样可以满足我们的想表达的东西，至少不是为了玩材料，就是看有没有这个材料是否能表达我们的想法一些东西去延伸它。你刚才说，比如说像这种流畅的线条，当时没有机器，对吧？那可能人必须要去做这件事，他必须去锻炼这项技能。那可能目前或者是未来，那这个技能就会消失了。觉得它有必要保留吗？陶瓷的这个东西，釉很难像我们就是用，比如说用书法用毛笔，或者是用油画的笔或者细的那种水笔画那么自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手段的结合，但是我觉得手作包括手绘啊什么的，这个形式我觉得应该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也不清楚，但是至少我觉得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手段的介入来替代这个东西，它可能还是会有生命力的
对，因为这个是天性嘛，只要你还有手，你一定会去画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手段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手法形式是不会消亡的。这些功能性的事情，功能性的事情可能会更多的被其他东西替代掉。就像摄影出现之后，不是很多画家都没有工作嘛？但是不是现在还是有绘画嘛？对，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不会消亡。是某种时代发展。就是大家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并存在那边。对，就世界会更多样的，形式会更多样。确实是，就以后怎么衡量艺术作品这个标准，我觉得肯定也会是越来越多的。因为本来我真的是谁说过，说手工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人的想象力的一个延伸，跟机器也是一样的，就是机器也是人手工造出来的，就是说到这个东西感觉无解。对，但是我们确实是也在想，有一些东西确实是机器目前我们的认为还是觉得很大一部分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它只能替代我们没有感情的那部分东西。就怎么把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这个想象力、意识层面可以渗透到作品里面，这一点我们觉得还是很重要的。还没有到这个真正就靠这个意念就有一张东西出来，我们觉得挺好的。对，我们还是很看重这个情感部分，因为艺术很多都是情感的投射嘛，感性的部分。如果我们说设备啊、机器都是那种理性的部分的话，那就感性和理性怎么更好的平衡好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是这个就是就是很浪费。对，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想设计一款那个剥柚子神器，就是想让大家非常优雅剥柚子。结果老师说，剥柚子为什么要优雅？剥柚子就应该这样，就是剥柚子的灵魂。对，就是在于这个狼狈的感觉。对，然后我就放弃了。我看最近有个视频，他们说设计雨伞设计。就是设计的灵魂在哪里？雨伞设计来就是要被遗忘的。对，我觉得就是你不能违背它的发展规律。还有你去过敦煌吗？我还没去呢。你想去吗？最想去的。有机会会去。感觉你可以忍着，等到灵感没有的时候再去。是的。对，这是这么计划的吗？太为你想了，太知道你这个，就灵感消失的那一刻再去。对，现在信息量太多了，没有完全实现出来。对，就是最大的宝放后面留着。